坐地铁。今天，马克决定挑战一项新任务，独自坐地铁去一个著名的博物馆。他背上包，带上写了博物馆站名的小纸条，信心满满的出发了。走到地铁口，看到那个巨大的蓝色 M 标志和地铁2个字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走了下去。一下到站厅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。这里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，人也非常多，大家行色匆匆，脚步飞快。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5颜6色的地铁线路图，上面布满了各种颜色的线条和站名，像一张复杂的蜘蛛网。马克抬头找了很久，才找到他要去的那个站，然后用手指沿着那条线比划，确认自己需要乘坐5号线。接下来是买票。他找到自动售票机，屏幕上是中文界面。他有点紧张，但仔细看，发现有一些图标和英文按钮。他把语言切换成英语，然后输入目的地，按照屏幕提示投入纸币。机器咔嗒一声，吐出了一枚蓝色的圆形塑料票卡。马克拿着这个小小的车票，感觉像是拿到了通往新世界的钥匙。通过闸机，他下到站台。他记得要看清楚方向，于是仔细看站台上的指示牌。牌子上写着5号线，一边是天通苑北方向，另一边是宋家庄方向。他拿出纸条对了对，博物馆应该在宋家庄方向。他觉得自己看懂了，便安心地站在队伍后面等车。地铁进站了，又快又稳。他跟着人群上了车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车子开动了，在隧道里飞驰。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，偶尔闪过一些广告牌，心里有点成就感。可是车开了好几站，他发现窗外的站名越来越陌生，完全不像靠近市中心博物馆的样子。他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终于，他忍不住用中文问旁边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阿姨：“对不起，请问，这辆车去博物馆吗？”阿姨看了看他，摇摇头说：“不去不去，你这是反方向了，去博物馆应该坐对面那趟车。”马克心里一沉，果然坐错了。他赶紧在下一站下了车，看着对面站台呼啸而过的列车，有点沮丧。但他很快打起精神，告诉自己没关系。他找到一位穿着地铁制服正在巡视的工作人员叔叔。“叔叔，您好。”马克拿出纸条，努力组织语言：“我要去博物馆，我坐错了方向，请问我应该怎么走？”工作人员叔叔看了看纸条，非常耐心地指着头上的指示牌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看，你现在在这里，你需要先坐回去，到东四站，然后换乘6号线，坐3站就到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着路线。
换乘。马克不太明白这个词，就是换线路。叔叔用简单的英语补充，然后指了指地上的彩色指引带，你跟着这个绿色的线走，就能找到6号线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谢谢您。马克这次彻底听懂了。他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，先坐反方向的车回到东四站，然后紧紧跟着地上绿色的指引带，果然顺利地走到了6号线的站台。这次他反复确认了方向，才上了车。当广播里清晰地报出博物馆站到了时，马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走出车厢，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。虽然绕了路，但他靠自己和一点帮助，成功抵达了目的地。他学会了看复杂的指示牌，明白了换乘，也记住了下次一定要更加仔细地确认方向。这次小小的挫折让他觉得离这个城市又近了一步。坐地铁。今天，马克决定挑战一项新任务，独自坐地铁去一个著名的博物馆。他背上包，带上写了博物馆站名的小纸条，信心满满的出发了。走到地铁口，看到那个巨大的蓝色 M 标志和地铁2个字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走了下去。一下到站厅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。这里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，人也非常多，大家行色匆匆，脚步飞快。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5颜6色的地铁线路图，上面布满了各种颜色的线条和站名，像一张复杂的蜘蛛网。马克抬头找了很久，才找到他要去的那个站，然后用手指沿着那条线比划，确认自己需要乘坐5号线。接下来是买票。他找到自动售票机，屏幕上是中文界面。他有点紧张，但仔细看，发现有一些图标和英文按钮。他把语言切换成英语，然后输入目的地，按照屏幕提示投入纸币。机器咔嗒一声，吐出了一枚蓝色的圆形塑料票卡。马克拿着这个小小的车票，感觉像是拿到了通往新世界的钥匙。通过闸机，他下到站台。他记得要看清楚方向，于是仔细看站台上的指示牌。牌子上写着5号线，一边是天通苑北方向，另一边是宋家庄方向。他拿出纸条对了对，博物馆应该在宋家庄方向。他觉得自己看懂了，便安心地站在队伍后面等车。地铁进站了，又快又稳。他跟着人群上了车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车子开动了，在隧道里飞驰。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，偶尔闪过一些广告牌，心里有点成就感。可是车开了好几站，他发现窗外的站名越来越陌生，完全不像靠近市中心博物馆的样子。他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终于，
他忍不住用中文问旁边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阿姨：“对不起，请问这辆车去博物馆吗？”阿姨看了看他，摇摇头说：“不去不去，你这是反方向了，去博物馆应该坐对面那趟车。”马克心里一沉，果然坐错了。他赶紧在下一站下了车，看着对面站台呼啸而过的列车，有点沮丧。但他很快打起精神，告诉自己没关系。他找到一位穿着地铁制服正在巡视的工作人员叔叔。“叔叔，您好。”马克拿出纸条，努力组织语言：“我要去博物馆，我坐错了方向，请问我应该怎么走？”工作人员叔叔看了看纸条，非常耐心地指着头上的指示牌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看，你现在在这里，你需要先坐回去，到东四站，然后换乘6号线，坐3站就到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着路线。换乘，马克不太明白这个词，就是换线路。叔叔用简单的英语补充，然后指了指地上的彩色指引带：“你跟着这个绿色的线走，就能找到6号线，明白吗？”“明白了，谢谢您。”马克这次彻底听懂了。他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，先坐反方向的车回到东四站，然后紧紧跟着地上绿色的指引带，果然顺利地走到了6号线的站台。这次他反复确认了方向，才上了车。当广播里清晰地报出博物馆站到了时，马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走出车厢，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。虽然绕了路，但他靠自己和一点帮助，成功抵达了目的地。他学会了看复杂的指示牌，明白了换乘，也记住了下次一定要更加仔细地确认方向。这次小小的挫折让他觉得离这个城市又近了一步。